在回家的路上，男孩背着妹妹走在樱花树下，这时一人一狗乘车而来，女孩示意爸爸将车倒回去，向被狗狗吓到的小女孩道歉。男孩这才回头看向女孩，仅仅一瞬间，罗武就对车里的漂亮女孩一见钟情了，而女孩也对罗武心生倾慕。飞舞的樱花在天空中见证了两人稀懂的爱意。此刻的罗武尚未意识到，他的命运已与这个女孩紧紧相连。道歉后的女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开学的第一天，女孩蹦跶着来到学校，然而刚到校门回就被老师拦在了外面。老师表示，你没穿校服，还穿着吊儿郎当的衣服，俨然一副混混模样，就想教训女孩来树立自己的威风。可女孩的态度让老师一脸尴尬，放不下面子，让女孩脱下老师感到不满的外套。可老师却还是不依不饶，非要教训她，并用手中的棍子一次次推揉她。这时刚到的罗武冲了出来，一把握住老师的教鞭，可这个行动好像触碰到了老师的权利。罗武松开手，老师趁机狠狠地戳了他一下，然后把两人叫到操场。老师在一旁看着，罚他们围着操场跑到自己满意为止。跑了几圈后，本就不善体力的女孩停了下来。罗武看到后跑回来一脸关心。罗武告诉女孩去休息，自己会帮她跑完剩下的几圈。正准备举手告诉老师，女孩赶忙将他拦下，并说自己有一个绝妙的计划。紧接着刚跑没几步，女孩就晕倒在了地上。老师瞬间就慌了，罗武也赶忙上前查看，原来女孩是为了瞒骗老师假装晕倒，于是她直接躺在了地上。就这样，罗武背起女孩就往医务室跑。看到罗武有点紧张，他立刻安慰道。说完，女孩再次晕倒在罗武肩膀上。教室里，老师带进来一位新同学，罗武惊喜地发现女孩竟然被分到了自己班上。乐园还告诉同学们，自己的妈妈是当下最红的明星，还可以帮他们弄到喜欢的偶像的签名，这让全班同学都惊喜不已，对乐园表达了热烈的欢迎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乐园竟然和罗武成为了同桌。刚一坐下来，他就热情地和罗武打起了招呼，可罗武却对乐园的热情很冷漠。乐园误以为是自己刚刚连累他被罚跑步，所以生气了。面对乐园一个接一个的问题，罗武紧张不已。下一秒，乐园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铺。乐园不知道的是，此时罗武的小心脏已经跳到了嗓子眼，一下课就立马逃出了教室。乐园却跟在他后面缠着他。体育课上，乐园给刚刚洗完脸的罗武递上手帕，再次遭到了他冷漠的回应，这让乐园郁闷不已。放学后，乐园和同学们走在一起，看到罗武又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，他心里好奇不已。直到妹妹扑进了他的怀里，罗武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。乐园竟然还吃起了醋来。罗武之所以这样冷漠，完全是因为他有一个恐怖的父亲。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雨夜，男人开着小卡车回家，却被一条狗挡住了自己的去路。他戴上自己的帽子下了车，一步一步地朝着狗子走去。晚上在家待不住的乐园准备去找自己的哥哥，却意外发现家里的狗不见了。于是他急忙四处寻找起了 Lucky。 刚走没多远，就发现掉在雨水里的狗牌，捡起来后他抬头一看，发现了远处的一扇铁门。乐园鼓起勇气推开门走了进去，屋里传来的狗叫声让乐园疑惑不解，他想确认是不是自己家的 Lucky， 于是顺着地上的门洞走进了一间地下室，却刚好目睹罗武正拿着锤子敲打铁笼子，笼子里装的正是自己家的狗狗 Lucky。 看到乐园后，罗武瞬间就愣在原地。这时11个黑影出现在乐园身后，男人步步紧逼，乐园顿时就被吓得直接瘫坐在地上。罗武握紧手中的锤子看向男人，原来这个恐怖的男人是罗武的爸爸。罗武拼尽全力砸开了铁笼子，父子俩对视的眼神简直就像仇人见面一样。事到如今，男人决定就此作罢。罗武紧紧地牵住乐园的手，将他带出了地下室。罗武爸爸赶忙向乐园道歉，解释自己是为了帮狗找到主人才带他回来的。罗武深知父亲是在撒谎，罗武将乐园护在身后，准备将他送回家。等到罗武离开后，父亲回到地下室看了一眼笼子里的铁锤，露出了阴森的笑容。回去的路上，乐园发现罗武的手受伤了，赶忙拿出手帕细心地为他包扎。这是罗武第一次感受到被关心。可下一秒，罗武就起身告诉乐园，要他忘掉今晚发生的事情，以后就装作不认识自己。罗武回想起自己刚刚闯入爸爸的工作室，看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狗，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乐园家的狗。看到桌上的工具后，他很清楚爸爸想要做什么，于是拿起锤子就狗出来。之所以自己要和乐园划清界限，其实是担心自己的爸爸会对他造成威胁。没想到乐园竟直接摇头拒绝了。面对乐园突如其来的表字，让从小就性格孤僻的罗武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。罗武将乐园安全送到家后，乐园妈妈很热情地招待了他，还一眼看穿了罗武是个内心孤独压抑的孩子，
于是上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告诉罗武自己很喜欢他，希望他可以和乐园好好相处，成为好朋友，以后经常和乐园一起来家里玩。乐园妈妈亲切温暖的话语，更是让从小失去亲生母亲的罗武内心划过一股暖流。换好衣服的乐园第一时间冲下楼，屁股紧紧挨着罗武坐下，看着眼前活泼开朗的乐园，罗武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二人对视上的一刻，各自都害羞得不得了。乐园妈妈却在一旁窃喜不已。临走前，乐园妈妈送给罗武很多好吃的，邀请他下次带妹妹一起来玩，怕罗武回去的路上会冷，还将自己脖子上的丝巾取下来，贴心地替罗武系上。离开后的罗武还回头看了眼乐园家，这样温暖的家人一直都是自己渴望不已的。罗武刚回到家，父亲立刻找上他，看到罗武穿的衣服和手上的食物，爸爸露出不悦的表情。在给罗武一通疯狂洗脑后，父亲随即转身离开。等父亲离开后，罗武转过身，看见了桌子上的锤子，这是父亲在警告自己，不要忘记身体里流着的血液属于谁。学校食堂里，人见人爱的校花一眼就看见了队伍中的罗武，于是打好饭后主动坐到了他身旁。乐园趁罗武不注意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打算看看他的伤口。就在这时，两个女生走过来，想要乐园妈妈帮自己要个偶像的签名。乐园一口就答应下来，没想到两个女生得寸进尺，要乐园帮自己弄来偶像的电话号码。被乐园拒绝后，女生立马就变脸了，随即给旁边的女生一个眼神，想要她找机会将水泼到乐园身上，却一眼就被对面的罗武看穿，抢在女生之前夺过水杯，一口气喝完，还一个不小心把自己呛到了。罗武保护女孩的方式也太特别了吧。放学的路上，几个女生在背后偷偷议论乐园，故作清高虚伪倒胃口。身后的罗武和妹妹走在一起，痴痴地看着乐园的背影。罗武听到别人又在议论乐园，心疼不已。刚走到座位上，就看到乐园为自己准备的药和创可贴，转头看到熟睡的乐园，被刺眼的阳光照得起了眉头，于是用自己的手为他遮住了阳光。这一刻，他遇到了自己第一次想守护的人。这天，罗武坐在樱花树下发呆，乐园发现他后，悄悄摸摸在他背后吹花瓣。罗武看到漫天飞舞的花瓣，纳闷不已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乐园搞的鬼。乐园看出罗武现在的心情很不好，努力的和他聊天，想逗他开心。原来罗武一直在克制自己，不要喜欢上乐园。他觉得自己靠近乐园只会给他带来灾难，而这一切只因为自己有一个可怕的父亲。在罗武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不断给他灌输各种变态的反社会思想，想要将他培养成为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冷血动物，所以导致罗武从小到大性格很孤僻。并不是他不想交朋友，而是不敢和别人交朋友。乐园的出现就像一抹彩虹，让他的生活从此有了颜色。更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喜欢上这个天真烂漫的女孩。深夜，女孩正在路边等公交车，这时一辆汽车缓缓驶来，男人摇下车窗，满脸善意地向女孩问路。在女孩好心为他指路后，男人却以导航出故障为由，提出要女孩为自己带路，一同前往，还谎称自己来时的路上出了车祸，大堵车，公交车一时半会来不了，可以坐自己的顺风车送她去目的地。怎料女孩还是拒绝了自己提议。计划失败后，男子只好开车离开。可下一秒，男人竟然将车再次倒了回来。正当女孩疑惑不解之时，男人走下车，还戴上了白手套，一步步逼近女孩。当女孩意识到危险时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随后，男人将女孩迷晕抱上了车，他前脚驾车离开，后脚公交车就来了。女孩却因为自己的好心害了自己。这个男人正是罗武的父亲，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变态狂。就在几天前，身为修理工的他，为雇主修理好了堵塞的下水道。大婶甚至好心为他准备了果汁。在和大婶的聊天中得知，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住后，立刻变了另一副冷酷无情的面孔。大婶看到他手中的锤子后惊恐不已。目的得后，男人心满意足地离开。当晚，罗武和哥哥都看到了电视里报道老夫妇被杀害的消息。罗武下意识地看向了自己的父亲。这天，他见女孩独自一人等车，身体里的杀人 DNA 又躁动起来，用自己惯用的撩走了女孩。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今天自己的罪行会被人发现，而且那个人还是自己的妻子。罗武的继母在店铺打烊后准备回家，此时天色已晚，已经没有公交车了。正在犹豫要不要打个车回家时，可看看口袋里的钱还是舍不得，于是打电话给丈夫，却无人接听。此时她忽然想起白天有个女人说看到丈夫和别的女人开车去兜风，继母当场就红了眼，和嚼舌根的女人打了起来。一直以来丈夫都是老实本分的样子，怎么可能会有外遇呢？此时丈夫的电话一直打不通，女人白天说的话再次浮现在耳边，她当下便掉头打车赶往了丈夫的工作室，想要一探究竟。没想到看到的一幕令她后悔一生。
只见罗武父亲手拎着包包和女人的衣服，继母顿时笃定丈夫背叛了自己，连忙翻过门跟了上去。她偷偷趴在墙角看到丈夫将衣服扔进了火堆中，心中疑惑不解，直到看到他手上的身份证和脸上的血迹，瞬间被吓得魂都没了，腿一下子就软了，还发出了声响。此时恰好一只野猫经过，打消了罗武父亲的疑虑。继母躲在一旁的角落紧紧捂住嘴，根本就不敢呼吸。直到罗武父亲离开后，他连滚带爬的逃走了。回想起之前女儿悄悄告诉自己，继母一边赶回家一边大喊着女儿的名字。第二天一早，继母就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带着女儿逃走，自己不能再留在杀人魔身边生活了。可女儿舍不得哥哥罗武，她还是决绝的拉着女儿离开了。可没想到刚跑出家门口，就和罗武撞了个正着。看到妈妈手中的行李，罗武立即就明白了一切。这时远处传来小货车的声音，继母以为罗武父亲回来了，亦得躲在花丛里不敢动弹。结果发现并不是。罗武深知自己的父亲有多可怕，自己没办法摆脱他，他不想妹妹和继母也遭受这样的折磨。在叮嘱妹妹要好好听妈妈的话后，罗武也感谢这2年来继母的悉心照顾。继母流下了心痛的泪水，这个孩子这么懂事听话，却有一个丧心病狂的父亲。罗武要继母不要对自己的离开感到抱歉，这段时间他感受到了久违的母爱，真的对这段母子情破防了。好心疼罗武啊，独自承担了所有的一切。这个丧心病狂的父亲，仅仅因为自己的儿子和女同学一家关系亲密，竟然将女孩父母残忍杀害。乐园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，生性冷血的罗武父亲又怎会冒着被乐园认出的风险呢？乐园吓得不断的哭泣着。正当罗武父亲抡起锤子时，罗武在这时赶到了，目睹了自己父亲准备杀害心爱女孩的这一幕。看到儿子后，父亲放下了手中的锤子，然而不知情的乐园还要罗武快点逃走。说完，罗武立刻将被吓坏的乐园搂进自己怀中。父亲不顾儿子的劝阻，再次抡起了锤子。罗武被父亲狠狠摔倒在地，父亲缓缓蹲下来，告诉罗武，他是比哥哥更像自己的人。最后，父亲在警察到来之前仓皇逃走了，随后偷走了辆小货车逃亡，却很快就被警方盯上了，甚至不顾前方的卡口，直接冲过去，直到车胎被打爆后，一个急刹车才停了下来，最后被警方成功逮捕。与此同时，乐园被刚刚赶回家的哥哥接上了警车。在去警局的路上，乐园看到了神情呆滞的罗武蹲在路边，乐园立即下车，远远地盯着远处的罗武。2个受到伤害的人就这样注视着彼此。随后乐园紧紧地抱住罗武，哭着握住罗武冻僵的手，安慰他，这一切都不是他的错，叮嘱他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此刻罗武对乐园只有满满的愧疚。随后乐园被哥哥拽上车了，罗武也默默点头答应乐园。很快，罗武的父亲就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，法院门外被记者们围得水泄不通，他们不断询问罗武对于自己父亲杀人知道多少。这时乐园出现了，记者们立刻蜂拥而上，逼问乐园现在的心情怎样。为了分散记者对乐园的关注度，罗武当即摘下脸上的口罩，然后将记者们的目光全部吸引到了自己身上。他不希望乐园再受到一丝伤害。乐园看到罗武心疼不已。法庭上，罗武勇敢指证自己的父亲就是连环杀人犯，父亲因为身背数条命案，当即被判为无期徒刑。可在狱中，父亲却并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。入狱不久后，韩国著名的记者朴恩秀欧到商机，找到罗武父亲2人达成合作，将他的杀人经历写成了一本自传。2人不仅赚得盆满钵满，朴记者也因此声名大噪。转眼10年时间过去，罗武以全校第1的成绩考入警校，成为一名警察。此时的乐园也继承妈妈的事业，成为了当红演员。罗武却因为心怀愧疚，躲了乐园整整10年。直到这天，在自动贩卖机上看到了乐园代言的广告，注意看，这个女明星竟然晕倒在警校校草怀里。就在刚刚，当红女星还在伊莱警校拍摄新剧宣传片，却被泡菜国的无良记者堵个正着。10年前，女孩目睹变态杀人魔残忍杀害了自己的父母，为了过上普通人的生活，她改名换姓，摸爬滚打，成为了现在的当红女演员。可无良记者们却为了炒作，先是扒出女孩是已故女星池慧苑的女儿，然后又不断追问事发当晚乐园的内心感受。惊慌失措的乐园想要尽快逃离这里，怎料无良记者再次追上来逼问乐园对罗武父亲出自传的看法。随即一个重心不稳，乐园摔倒在地。可无良记者仍旧步步紧逼，甚至提出让乐园配合他们打造人设，以此博取大众的同情来获得流量。面对眼前无数的摄像头和咄咄逼人的记者们，乐园艰难地爬起来，想要尽快逃离这个令自己窒息的地方，却突然双腿发软。在他即将晕倒在地时，一个身穿警服的男人冲上前，一把抱住了他。10年前彼此一见钟情的2人，在命运齿轮的转动下
再次相遇了。一旁的记者似乎认出眼前的男人正是罗武，乐园的泪水浸湿了眼眶，看着眼前这张熟悉的面孔，回忆涌上了心头。乐园刚想开口说话，却突然晕了过去。罗武一把抱起他，然后径直冲出了人群，奔向医务室。一如10年前晕倒的乐园去医务室一般，记者们认出了罗武，自然不愿错过这么爆炸性的新闻，却被学校的警卫们挡在了门外。罗武满脸担忧地看着躺在病床的乐园，自己心心念念10年的女孩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出现在自己面前，却是这般令人心疼的模样。此刻罗武的心揪成了一团，看到病床上的乐园冷到蜷缩成一团，他立刻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乐园身上，手却不由自主地想要抚摸下这个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孩，可最后还是放弃了，因为他的父亲残忍地杀害了他的父母，自己对乐园的愧疚这一辈子都还不清，文有什么资格陪在他身边呢？等到乐园从梦中惊醒时，大喊着罗武的名字，可病床前只有自己的经纪人，哪里还有罗武的影子？乐园立刻开始在校园里四处寻找罗武，直到在一个自动贩卖机前，他看到了自己代言饮料的广告，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留在原地，期待等到罗武的出现。此时无良记者还在和警卫们纠缠不休，想要闯进去寻找罗武。这时罗武身穿一身白衬衣出现了，随后罗武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无良记者一针见血质问罗武和乐园是什么关系，他们准备炒作乐园的身世来博取话题。罗武听则他们有什么冲自己来。紧接着对方又提出一个更刁钻的问题，他的连环杀人犯父亲有着悲惨的童年，所以才会有心理问题，对这个世界充满敌意，他的父亲应不应该被大众同情？罗武痛听他们这种吃着人血馒头捏造事实的无良记者，应该同情的是被害者和被害者的家属，他们不应该本末倒置拿这种话题做头。与此同时，乐园的经纪人得知，经过刚刚在操场上的曝光，校门口有一大批记者正在围堵乐园，只能让乐园先去后门等自己，然后开车离开。这一番话恰好被刚刚回来的罗武听到。罗武站在2楼的走廊，悄悄地看着乐园，无尽的思念只能通过自己炙热的眼神来发迟。很快经纪人开车接走乐园，身后的记者们就像牛皮糖一样在后面紧追不舍。这时最前面的一辆车子突然一脚急刹车，原来是罗武以一己之力挡住了记者们的去路。这也太酷了吧！乐园听到动静后，将头探出车窗看向罗武，一如10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。漫天飞舞的樱花再次见证了他们的重逢。10年前男孩举报了自己的连环杀人犯父亲，10年后的他成为一名优秀的警察。这天正是罗武以优秀毕业生从警校毕业的日子，甚至还获得了总统亲自颁发的荣誉勋章。可当罗武刚走下台时，一个鸡蛋就砸在了他身上，记者们随即蜂拥而上，原来是被害人家属集体。2005时30反对罗武父亲出自赚谋利，他们将心中的怒火统统发泄在罗武身上，不仅不断向罗武身上扔着鸡蛋，还歇斯底里的大喊他根本就不配做警察。罗武傻傻的愣在原地不知所措。此刻普记者抓住机会，趁乱拍下了罗武的照片，脸上还露出窃喜的表情。闹事的被害者家属们被赶出了会场，罗武却在这时追了上来，让警卫们不要阻止他们。各男人冲上前一把抓住罗武的衣服，扯下他胸前的荣誉勋章扔在地上。被害者的家属们不断对罗武宣泄着自己的怒火，将他父亲犯下的错统统归达于罗武。罗武看到被害者的照片后，摘下了头上的帽子。无良的普记者再次冲出来抓拍罗武的照片，自己又有了可以炒作的话题。男人却认为罗武是在镜头前作秀，冲上去直接将罗武推倒在地，然后对他挥起了拳头。罗武不仅没有害怕，反而堂堂正正盯着对方。男人最终还是没有对罗武动手，不断的将手砸向地面，而这一切都被躲在一旁的乐园看在了眼里。罗武像个木头人一样，任由被害者家属谩骂。乐园看到这幕心疼不已，罗武究竟做错了什么？他没有选择自己父亲的权利啊！就在这时，罗武的继母和妹妹赶来了。继母声泪俱下的劝说打动了被害者的家属。罗武紧紧握住继母的手，笑着安抚好她和妹妹，然后向被害者家属再次鞠躬道歉后，落魄的离开了。这10年以来，他早已习惯默默承受父亲犯下的错。这时一个女孩冲出来抱住了罗武，罗武顿时就呆住了，原来女孩正是乐园。罗武看着自己日思夜想的女孩，竟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看着受伤的罗武，乐园的心止不住的疼。乐园伸出手轻轻抚摸罗武的脸庞。就在这时，普记者追了过来，直接举起相机拍下了这一幕。罗武赶忙将乐园护到了自己怀里。得寸进尺的普记者还想上前继续拍摄，却被赶来的乐园哥哥夺走了内存卡，还一把砸烂了相机。
紧接着冲上前对着罗武就是一拳，警告罗武离自己妹妹远点，随即直接带走了乐园。死皮赖脸的普记者继续纠缠罗武，问他和乐园是什么关系。普记者说乐园真的很傲慢，这句话彻底惹恼了罗武，直接夺过他的相机狠狠摔在地上。罗武回到医务室，看到窗外和家人们毕业留念的同学，心中酸涩不已，再想想自己给乐园带来的伤害，流下了痛苦的泪水。深夜在熙熙攘攘的街头，一个男人腹部中刀，却还在追捕嫌犯。嫌犯逃到巷子里挟持了一位女孩，嫌犯被身后的摩托车吓到分散了注意力。罗武趁机救下女孩，徒手握住了嫌犯手中的刀。嫌犯被这个疯子警察吓呆了，最后只能乖乖就范。罗武走过去轻声安慰受到惊吓的女孩，最后同事赶到移交了嫌犯。女孩对罗武感激不尽，还为他递上了自己的手帕。与此同时的乐园正在参加颁奖典礼，一举拿下了韩国最高人气奖。身负重伤的罗武坐车赶往医院看望受伤的同事，却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获奖的乐园。这一刻他的眼中又有光了。颁奖典礼结束后，回到后台的乐园收到了一份十分精美的礼物。当他满心欢喜打开时，里面竟然是一把沾满血迹的锤子。10年前那段恐怖的回忆充斥在他脑海里，乐园当即就晕倒在地。此时罗武却在医院苏醒过来，原来受伤的他体力不支晕倒，被护士发现了。醒来后的他挣扎着站起来，却一个跟跑再次跌坐在床上。令他意外的是，乐园竟然就躺在他的旁边。罗武直接愣住了，本想起身的他又侧身躺下，看着酣睡的乐园。罗武多么希望时间可以停留在这一刻啊！他闭上眼，贪婪地享受着和乐园相处的时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罗武在护士的呼唤声中醒来，这才发现刚刚的一切原来只是一场梦。他赶忙拉开帘子，对面却没有乐园的身影，心一下就沉入了谷底。罗武拖着受伤的身体寻找同事的病房，却在电视看到乐园在颁奖典礼后晕倒的新闻，并且乐园被紧急送往了自己所在的这家医院。罗武立刻回头看向四周，拔掉了手上碍事的针管，开始在医院里疯狂寻找乐园的身影。可他找了好久，跑遍了所有的病房都没有找到。就在他捂着伤口打算放弃时，一旁传来了一阵嘈杂的吵闹声。乐园正被一群记者们团团围，逼问他晕倒的原因。面对无数的闪光灯和记者们咄咄逼人的问题，乐园感到疲惫不堪。就在他即将再次晕倒时，罗武冲进人群，一把扶住了他。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罗武，乐园感到十分不可思议，不禁想起之前记者提问自己的问题。乐园的眼泪瞬间涌出眼眶，他低头看到罗武腰间的伤，顿时揪心不已。可在镜头下他也不敢表现出来。此时记者们追问二人之间的关系，为了保护罗武，乐园只能谎称罗武是自己的粉丝。危急关头，经纪人赶来了，连忙带走了乐园。罗武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，继母看到受伤的罗武心疼不已。罗武随便找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。这一刻真的破防了，罗武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此刻继母温暖的怀抱成了他唯一的慰藉。泡菜国当红女星生命受到威胁，于是前往警局报案。不料接手这件案子的警官竟是自己10年前的初恋。罗武打开乐园收到的礼物，里面赫然放着一把沾满血的锤子。10年前他的父亲就是用锤子残忍地杀害了乐园的父母。这一次罗武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乐园。经过对锤子上残留血迹的 DNA 鉴定，罗武很快就锁定了一个跟踪狂。面对罗武疯狂的审讯方式，跟踪狂很快败下阵来，承认自己是受到别人的授意故意恐吓乐园。而这个人正是罗武，前不久刚出狱的哥哥贤武。10年前哥哥贤武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刚出狱的他很快就盯住了乐园，因为嫉妒父亲一直偏袒罗武，所以他要向监狱里的父亲证明自己比起罗武更适合做他的儿子。当罗武得知真相后，第一时间赶往片场，想要提醒乐园注意安全。好巧不巧，正好撞上了元和男明星拍热恋的戏。看到两人亲密的动作后，罗武连忙扭过头去。尽管内心明白这只是在拍戏，可他心里还是十分难受。拍摄结束后，罗武拿着哥哥的照片给乐园看，一旦见到这个人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避开，并且为乐园戴上定位手表。罗武对乐园感到很抱歉，10年前自己的父亲深深地伤害了他，10年后他的哥哥竟然又卷土重来，恐吓威胁乐园。乐园依旧像10年前一般，告诉罗武这不是他的错。与此同时，贤武来到了继母和妹妹的小饭店，继母以为他是客人，热情地招待他。继母感到纳闷不已，直到贤武抬起头后，继母一眼就认出了贤武，问他既然出狱了，为什么不早点联系自己？可贤武却恼羞成怒，对继母恶语相向，还摔东西，直接将妹妹素贞惊动了。素贞认出了自己的大哥，贤武恶狠狠地放出自己要
找罗武报仇的狠话后离开。很快，乐园收到导演发来的信息，要他赶往片场商讨剧本的事宜。乐园没有多想，直接驱车前往片场。可当他到达片场后，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。正准备和导演确认时，这时所有的灯突然被熄灭，随后身后的大门也被人从外锁上。乐园只能冲着唯一有光亮的房间赶去，没想到里面布置的场景和10年前父母被害时一模一样，甚至就连音乐都和当晚播放的一样。墙上还挂上自己一家4口的合照，当年的阴影再次笼罩在乐园的脑海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手握着锤子冲着乐园步步逼近，乐园被吓得瘫坐在地，像当年一样蜷缩在角落里，泪流不止。突然一辆汽车径直冲了进来，等罗武赶到后，那个男人已经消失不见。看到蜷缩在角落不断抽泣的乐园，罗武缓缓走上前一把，将他搂进自己怀里，彼此的眼中都满了泪水。罗武的心此刻痛到无法呼吸。乐园再次从噩梦中惊醒过来，罗武就这样静静地守护着乐园。天空下着大雨，男孩却痴痴地盯着路灯发呆。这一幕恰好被出门的乐园看到。罗武回忆起曾经和乐园快乐的每一幕，两个彼此深爱的人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。原来罗武是担心乐园的安全，特意来保护他的。果不其然，当罗武走进车库时，就感觉到了身后的危险。来人正是自己的哥哥贤武。贤武执着地认为爸爸心里只把罗武当成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只要是罗武在乎的他一定要毁灭。罗武声泪俱下的要哥哥清醒过来，爸爸他从来都没有守护过他们，反而一直给他们不断的洗脑。罗武说自己和继母从来没有放弃过哥哥，继母一直等待着他回来。被仇恨冲昏了头的贤武听到了乐园的声音，将罗武按在墙上，然后疯狂地拿锤子砸门。罗武为了阻止哥哥开门伤害乐园，情急之下挡在门前。贤武失手将手中的刀刺中了罗武的腹部，他顿时就愣住了。罗武却紧紧抱住哥哥，请求他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。贤武扔掉手中的刀，飞快地逃走了。失魂落的他消失在这个雨夜中。手术室里，医生们正在全力抢救罗武。继母和妹妹素贞焦急地赶来，满身是血的乐园不停地向罗武继母道歉。得知是贤武刺伤了罗武，继母痛心不已。好在手术很成功，罗武并无生命危险。乐园独自一人躲在楼梯间，看着自己沾满罗武血迹的手，自责不已。这时，罗武的继母走了进来，不仅为乐园擦拭手上的血迹，并对10年前发生的事情向乐园道，而且嘱咐乐园坚强地活下去。罗武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他。第二天，继母时隔10年，第一次来监狱见罗武的父亲，她痛斥丈夫不配做孩子们的父亲。丈夫一下就猜到是贤武对罗武出手了，他竟然还感到很欣慰。继母指责他让自己2个儿子都活在地狱中，竟然还能笑得出来。贤武为了得到爸爸的宠爱，成为了杀害弟弟的罪犯，罗武却要代替他这个所谓的父亲，却弥补他所犯下的罪。变态的丈夫竟然开始给继母洗脑，想让她带着罪恶感活下去，甚至还警告她是自己的女人，别妄想逃离自己。很快，普记者又将贤武刺伤自己弟弟的新闻报道出来，一时之间冲上了热搜榜。此刻身无分文的贤武盯上了一个酒鬼，却被身后窜出来的男人抢先一步。男人摘下口罩，竟热情地和贤武打起了招呼。贤武完全就吓呆了，对方紧接着将他狠狠地嘲讽了一番。男人承认前几次杀人案都是出自自己之手，并且恐吓乐园的锤子也是他做的。原来男人是贤武父亲的狂热粉丝，在监狱时就跟着他父亲练就了使用锤子杀人的方法。男人当着贤武的面用锤子将酒鬼残忍杀害，随后表示自己要继承他父亲的衣钵，自己下一个目标是他继母和妹妹。贤武听完瞬间面如土色，一立刻去等妹妹下班，悄悄在暗处跟着他默默地保护他。此刻继母在店里苦苦等待贤武的出现，甚至将一个路人错认成贤武。看着继母失魂落魄的模样，躲在角落的贤武心里也十分触动。相互喜欢10年的初恋第一次出门约会，女孩竟激动的一个劲地盯着男孩看，眼里却满满的尽是爱意。男孩却紧张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只能给自己猛灌水。可可爱爱的乐园在这时突然丢出一个灵魂拷问。罗武被吓得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，看着乐园满脸期待的表情，罗武赶忙又喝了一口水压压惊。看着罗武这害羞的模样，乐园窃喜不已。人约会的第一站竟然是来森林散步。乐园告诉罗武，这10年来每次自己想他的时候，就会一个人来这里散心，因为罗武这2个字在韩语里和大树同音，只要自己来这片森林，就能感觉罗武一直在自己的身边，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近在眼前，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。罗武紧紧牵住乐园的手，漫步在森林里。走着走着，他们牵着手来到了海边，畅谈着他们彼此不在各自身边的10年里，分别过着怎样的日子。最后，乐园带着罗武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游乐场。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和
心爱的罗武像普通情侣一样，在游乐园痛痛快快的玩一场。乐园指着一旁的海盗船想去做，罗武却瞬间秒怂了。无奈的乐园带他找到飞天大摆锤，罗武直接傻眼了，还咽了咽口水。最后，罗武心满意足的坐上了旋转木马。反观一旁生无可恋的乐园成了个小哭包。可当他和罗武对视上时，瞬间又开心起来了。玩心大起的两个人还带起了玩偶发箍，这可真是1万点狗粮暴击啊！接下来终于来到了罗武的主场，他总算能把自己刚刚丢的面子找回来了。只见罗武一标一个，气球齐刷刷的都爆了，成功为乐园喜提丑娃娃一个。就在二人买冰淇淋时，罗武接到了警局打来的电话，为了不让乐园担心，只好去一旁接电话。独自等待冰淇淋的乐园却被一旁的路人认出来了，没办法，只能悄悄躲在角落里。罗武转过头却发现乐园不见了，立刻挂断电话，开始四处疯狂寻找乐园的下落。乐园在广告牌下默默地看着罗武，自己只是消失一小会，竟让罗武如此担惊受怕。看到乐园后，罗武飞奔过去，一把紧紧地抱住他，而乐园痴痴地看着罗武，内心更多的却是心疼这个大男孩。送乐园回家后，罗武的心里空落落的，随即抑制不住内心思念的他再次找到乐园，将自己的心里话统统向乐园倾诉。出来！乐园主动吻上罗武，这段互相救赎的爱情终于在一番拥吻后开花结果了。注意看，这个变态杀人魔此时正准备越狱，他看到路边只是排上的红绳，然后紧紧握住椅子的后座，微微俯下身体，下一秒车子就撞上了事先拉在路面上的铁丝，紧接着车子失控撞向了路边，狱警们全部被撞昏，失去了意识。罗武父亲趁机砸碎车窗，跳出了车外。老谋深算的他并没有选择立即逃跑，而是静静地在原地等待警察。罗武的父亲之所以选择越狱，是因为之前他看到了令他疯狂的一幕。就在不久前，罗武和族长在一起亲密的动作恰好被他父亲看到，他怎么会容忍自己的儿子和别人走得这么亲近？疯狂的嫉妒心使他产生了越狱的想法。很快，罗武父亲就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，而他的小迷妹全拉早已提前潜伏在医院，成为一名护士，等待罗武父亲的到来。他假借为罗武的父亲输液，偷偷给他手中塞了一根铁丝，然后用身体挡住了警察的视线。在全拉的掩护下，很快他就打开了手钳。等到全拉离开后，罗武父亲拜托看守他的警察帮自己抬高床，然后瞅准时机一把将他放倒在地，随后在粉丝志宏的接应下，顺利从医院逃走了。很快新闻就报道了罗武父亲越狱了，所有人都开始惶恐不安。罗武第一时间找到乐园，安慰他，让他不要害怕，自己一定会抓住父亲，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。逃狱的尹熙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妻子的小饭店门口堵他，却看到了罗武的族长和自己妻子一路嘻嘻哈哈的回家。作为男人的自尊心受到了挑战，他又怎么忍得下这口气？族长陪着罗武继母来乐园家给罗武送泡菜，继母却觉得自己愧对乐园，不敢和他见面，转身飞快地逃走了。族长只好打电话通知罗武出来拿泡菜，随后挂断电话去追罗武继母，身后却出现一辆汽车停在他身旁，牢里的迷妹全有拉假意向。族长问路，分散他的注意力。尹熙仔迅速地从后门下车，对着族长就是一锤，他将族长按在墙上，随后尹熙仔一锤接一锤，残忍地将族长杀害。出门寻找族长和继母的罗武想要喊二人一起吃饭，却在角落处发现了晕倒在地的族长。他冲上前看着奄奄一息的族长，脱下自己的外套将他的头垫高，赶忙给救护车打了电话。尹熙仔在远处看到这一幕后，放心地和迷妹离去。族长握住罗武的手，告诉他是尹熙仔做的，然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这10多年以来，族长一直把罗武视如己出，对罗武而言，他就是父亲一样的存在。如今竟被自己的亲生父亲残忍杀害，所有人都对族长的离开感到心痛。其中最难过伤心的就是罗武的继母，继母的泪水如潮水般涌出来，她蹲在地上泣不成声。办完葬礼的继母回到家，坐在家门口继续痛哭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她看到可怕的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变态杀人魔父亲，毕生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刺激自己身为警察的儿子罗武，成为一个和自己一样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。为此不惜越狱杀害了陪伴罗武10多年的族长，甚至将最疼爱罗武的继母作为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。他将罗武的继母绑了起来，想要杀掉他，以此彻底激发罗武心底埋藏的冷血。继母怒他不要痴心妄想，无论发生什么，罗武永远都不会变成他这样的禽兽。愤怒的尹熙仔直接给了他一锤子，继母挣扎着坐了起来，让他快点杀了自己，为当年自己发现他杀人的秘密没有报警，而是选择逃走赎罪。就在尹熙仔再次举起锤子想要敲下去时，大儿子贤武端破了门闯了进来。刚一进门，他就看到刚刚越狱的父亲，
正要对继母痛下杀手，贤武的内心对杀人魔父亲恐惧不已。父亲竟然将锤子递给他，说既然想得到自己的认可，那就证明给他看。继母要贤武快点逃走，贤武犹豫了片刻后，伸手接下了锤子，转头看了看身后的继母，告诉父亲自己下不去手，恳求父亲不要再做傻事了。不料父亲夺过锤子，无情地给了自己一锤，贤武痛苦地摔倒在地上。就在父亲要对继母动手时，贤武再次起冲上去护在继母身前，他苦苦哀求父亲放过自己的继母，可得到的却又是父亲的狠狠一锤。尹熙载刚想好好教训自己没用的儿子，继母挣扎爬过去挡在贤武的身前，尹熙载再次挥起了锤子。妈妈，这一幕不禁让他想起了10年前罗武保护乐园时的场景。尹熙载丝毫不为所动，又向贤武恶狠狠地挥了锤子。他挥起锤子再次打在了贤武的身上。事到如今，尹熙载甚至执迷不悟的要送自己的儿子上路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警笛声，全拉也给他打来电话，要他快点逃走。尹熙载只好无奈的暂时放弃行凶。不一会，罗武赶来了，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继母和哥哥，赶忙送往了医院抢救。好在两人并无生命危险。继母看到贤武为了救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模样，心疼的哭了起来。贤武醒来后也向继母打开心扉，表示自己身体痊愈后就去警局自首，而继母也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，告诉他自己一定会等他回家。罗武也来看望哥哥，哥哥感到有点尴尬。罗武要哥放下过去的仇恨，一定要亲自向乐园道歉。等他再次自首后，自己和继母还有妹妹会一直等他回来。兄弟俩之间所有的误会都解开了。回到家的罗武看到乐园在看妈妈的照片，原来明天是乐园妈妈的生日。罗武主动要求自己一起去祭拜，乐园欣然答应下来。第二天一早，罗武准备出发时，接到了全拉打来的电话，说自己想要自首，可他的父亲要杀了自己。罗武赶忙驱车前往，殊不知自己已经掉进了父亲的陷阱里。注意看，变态的杀人魔父亲终究还是对自己儿子喜欢的女孩下毒手了。这天是乐园妈妈的生日，在警车的护送下，他和经纪人一同上山祭拜妈妈。不料车刚开到半山腰，一辆车子横在路上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民警察下车前去查看情况，车里的女人摇下车窗，摘下墨镜，迅速地将手中的麻醉剂扎进她的身体里。另一名警察刚掏出枪，尹熙载乘其不备，从后突袭，瞬间将他解决，然后掏出他的锤子，一把砸碎了车窗，将经纪人拖下车。全拉则瞅准时机迷晕乐园，然后尹熙载给罗武打去电话，威胁他如果想要乐园活命，就乖乖的一个人来见自己。乐园被绑走，罗武愤怒不已，为了救乐园，他只能乖乖照做。按照父亲的命令，他来到乐园父母的墓前，看到鲜花上赫然放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锤子。罗武走近，看着乐园父母的照片，捡起地上的锤子，暗暗发誓一定要将乐园安全的救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被迷晕的乐园也醒了过来。这一次，乐园没有畏惧尹熙载，反而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，还鼓起勇气要他向自己道歉。自己因为他的罪行不仅失去了父母和幸福，还改名唤醒过了灰暗的10年，也要他向那些被害者的家属道歉，向他的儿子罗武道歉。执迷不悟的尹熙载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，自己只不过提前结束了他们毫无意义的人生。他用锤子挑起乐园的脸，告诉他这番话彻底惹火了尹熙载。他抓起乐园的头发，举起锤子就要对着乐园敲下去。很快，罗武拿着锤子赶来了。时隔多年，父子俩再次对视，一见面，尹熙载就说自己已经杀了乐园。罗武瞬间失去了理智，骨子里的野性基因也被激发，举起锤子要对父亲怒下杀手。罗武转头看到了椅子上的血迹，愤怒的他终于对父亲动手了，这正好中了父亲的下怀。乐园的声音浮现在他脑海中，罗武及时恢复了理智，他不能也不会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，而且父亲不可能杀乐园，即使真的要杀掉他，也一定会在自己的眼前动手，因为父亲就想亲眼看见自己渐渐发疯的样子，所以他确信乐园肯定还活着。父亲则想尽方法刺激罗武，如果不对自己动手，那么乐园马上就会死。罗武颤抖着拿起锤子想要动手，可这时族长的话又浮现在了脑海中，他松开手扔掉了手中的锤子。罗武告诉父亲，自己为了赎下他犯的罪，成为一名警察，默默忍受着一切。此刻乐园推倒了全拉，拼尽全力夺过了他手中的注射器，然后扎入了他的身体中，随后赶忙拿去他的手机，连忙向警方提供了自己所在的地址。就在这时，乐园赶来了。乐园不仅不逃走，反而护在了罗武的身前。这个杀红了眼的变态杀人魔父亲，竟然对自己亲生的儿子痛下杀手。就在抡起锤子准备解决掉罗武时，乐园冲出来护在罗武身前，一如10年前的罗武保护自己一般。
这一幕更加刺激了尹熙载的兽性，他举起锤子，恶狠狠地砸了下去。罗武为了保护乐园，硬生生扛下了这一锤，随后用力推开父亲，锤子一锤接一锤的砸在罗武身上，最后父子二人扭打在一起。罗武被父亲死死地钳住，动弹不得。警校出身的他一用力，父亲的手腕就脱臼了，手中的锤子也应声落地。警察终于在父子俩对峙时赶来了，罗武亲手为父亲戴上了手。这个令泡菜国人心惶惶的杀人魔终于落网了，而且再次被自己的儿子缉拿归案。尹熙载的心气彻底消散了，他最终也没有让儿子罗武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人。罗武焕扶着乐园走出门，乐园想起了10年前父母被害的那个血夜。罗武愧疚地蹲坐在路边，自己鼓励他好好活下去，因为有这样一个父亲并不是他的错。就在众人以为案件告一段落时，屋里的尹熙载趁警察解开手时，夺过他的配枪，挟持了他。罗武看到自己的父亲还在垂死挣扎，他伸手夺过一旁同事的手枪，直接瞄准了自己的父亲，毫不犹豫地冲着他的腿开了一枪。尹熙载再次被警察们降服，这一次罗武战胜了父亲，也摆脱了父亲给自己灌输的那些心魔。自此以后，继母和妹妹回归了平淡的生活，罗武也每天都陪伴在乐园的身边，早上可以看着心爱的乐园从睡梦中醒来，这种平平淡淡的幸福正是他们彼此最渴望的。乐园调皮地亲了下罗武的脸庞，罗武温柔地捧起他的脸亲了回去。虐了这么久，终于撒狗粮了，也太不容易了吧。乐园也重回演艺圈，打败了自己的心魔，戏路开始变得越来越广，甚至饰演起了女警察，还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。而罗武因为孤身犯险解救人质，成功逮捕越狱犯尹熙载，被认为警监，成为一名守护国民安全的好警察。这天是哥哥贤武开庭的日子，看到旁听席上的继母和妹妹，贤武再也不孤单了。随后罗武也赶来了，并且给了哥哥一个坚定的眼神鼓励他。尽管贤武得到了法律的惩罚，但他的生活终于迎来了希望和阳光。尹熙载也获得了终身监禁的判处。乐园看着父母的照片流下了泪水，罗武缓缓地走过去安慰他。这一对互相救赎的恋人，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危难后，终于修成正果了。在世俗的眼光中，他们二人的感情是一段孽缘，但只要他们彼此真心相爱，就一定可以打败所有的艰难险阻。这天，他们相约一起来大树下，和曾经的自己告别。正因为他们互相救赎，双向奔赴，所以生活中的阴霾消失不见，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。